这竹片一看便是新做的，上头还能闻得到竹香，边缘光滑，打磨仔细，一眼便知制作之人功夫了得。蓝忘机活到这把岁数，除了屋里躺着的那个，也只有温家兄弟敢对他如此无礼，如今早就下去见了阎王。是以见到自家弟子这般作为，不禁眉头紧蹙，十分不悦。为首弟子翻阅一番，似乎是打赏一般的夸奖道：倒是好诗，不知是摘自哪位大家手笔，蓝某实在好奇，不如请莫公子跟蓝某走一趟吧。钱老大不安地搓着手，蓝忘机木着脸回道：莫公子在里头睡觉，我是他夫君。那弟子微微挑眉，随即笑道：原是断袖，但也无妨，我家宗主一向开明，不会在意家中客卿是断袖的。蓝忘机皱眉：我何时说过要做你家客卿？那弟子得意道：不做客卿，难道也要做佃户吗？身后传来笑声，那几位一同前来的蓝氏弟子皆揶揄笑着，面上看不清是何情绪。蓝忘机面如冰霜，周遭温度都降了一些。为首弟子修为太低，尚未发觉眼前人境界之高，即能呼风唤雨，还以为是起了风降了温，紧了紧衣襟，自以为好脾气的劝道：我已知晓里头那位是莫家庄来的，近几月来，仙门谁人不知莫家庄是赤峰尊左手现身之处，莫家庄已被灭门，唯一活着的大概就是那莫玄羽，他可是金光瑶的亲弟弟，不接受蓝家庇护，难道还想投奔兰陵金氏吗？钱老大大惊，没想到相处大半年的那位好脾气好本事好模样的莫公子竟有如此大的来头。可这样一来，自然是不能再留在村里了，哪怕是吃了这顿没下顿的佃农，也知晓一些仙门战况。此处是蓝家地界，莫公子却是金家直系，这可了不得啊！蓝忘机自然也知道这位弟子所言不虚，既没有强词夺理，也没有咄咄逼人，不过是权衡利弊，想要为家族争取一些利益而已。而莫玄羽这身份既已被他们得知，那传出去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今日是运气好，碰到的是蓝家人，若改天来的是金家人，那自己与魏无羡还好说，金陵则会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金陵三人也已经从林子中绕路摸到了院外，站在林子边缘处，没有惹得任何人注意，听得此番对话，一时唯有沉默。而魏无羡则刚刚好从睡梦中醒来，随意裹了件大氅走到屋外。已过秋收，天气微凉，蓝忘机走过去环住魏无羡肩膀，微微运气，叫魏无羡周身暖洋洋的。他抬头对蓝忘机笑了笑，又瞧见躲在暗处的金陵、蓝思追与蓝景怡，无奈笑笑答应道：好吧，我跟你们走。蓝忘机咬牙，手中不由加大了些力道，却听魏无羡哼唧一声，意识到自己正捏着对方肩膀，立刻卸下力气，想要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为首那弟子点点头，又道：不知金小公子可曾来投奔莫公子？如今他除了莫公子，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魏无羡心中升起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他愣了愣，追问道：什么意思啊？他不是还有舅舅吗？那蓝氏弟子脸上浮起一丝恰到好处的悲伤，淡淡说道：就在2日前，薛洋带着阴虎符伏击江宗主，被江宗主反杀，可江宗主自己也跟着去了。金陵手中的木盆落了下来，被蓝景怡眼疾手快地接住，与蓝思追一起拉着金陵又躲进了林中。金陵只觉得脑袋嗡嗡的，眼前雾蒙蒙一片，一会儿瞧见画像上的阿爹阿娘，一会儿瞧见温柔儒雅的小叔叔，一会儿又瞧见严厉暴躁的舅舅，然后血色铺天盖地地漫上来。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不可能！魏无羡后退半步，只觉得晚秋风声萧瑟，吹得他浑身冰凉。那可是江宗主，法宝加身，修为惊人，阴虎符怎么会？修炼阴虎符是为了保护江家人啊！那弟子虽奇怪莫玄羽怎会对江婉莹之死有如此大的反应，可如今也不是追问的时候，便摇摇头答道：江宗主是在穷奇道遇袭的，他与其他几位世家数十人在穷奇道问灵，问出了金子勋当年一事，是金子勋带人伏击夷陵老祖，还毁了老祖送给金小公子的银铃，这才被老祖屠杀。查到这里，江家人抓住了在一旁偷听的莫陵苏氏苏宗主。打斗间，苏宗主的衣服破了，露出了千疮百孔皱的反噬，
世家才意识到当年之事是金光瑶嫁祸挑事，只为陷害魏无羡，抢夺阴虎符。就在这时，薛洋带人现身伏击，一同当年金子勋在穷奇道伏击魏无羡一般，将宗主杀红了眼，与薛洋、苏宗主拼杀到底，最后落下悬崖，死不见尸了。莫公子，金小公子真的没有来找你吗？快跟我等走吧，这世上只有我们蓝家能保你们了。深秋时节，阴雨绵绵，车轮碾过落叶，来年故人不在。马车是普通马车，马匹是普通马匹，几位蓝氏外门弟子拉着一行车队，装得满满的粮食，浩浩荡荡往姑苏走去，一眼便知是世家的收粮队伍。粮食虽多，供的却是本家而非战场，投入前线不过泥牛入海，只能满足不大吃喝的本家修士们吃个1年半载，没有打劫的必要，自然也就十分安全。粮草中藏了2个人，皆是粗布就长，即便是眼力最好的修士也难以发现。蓝忘机仔细着炭盆，画了个圈，将火星拢在里头，取出几小块炭火装入手炉中，拿手背试了试手炉温度，又小心裹好外头绸缎，叫这手炉暖手又不烫手，这才轻轻挪到魏无羡身边。京晨被扰了清梦，魏无羡此刻正在小憩，蓝忘机轻手轻脚地将他揽入怀中，然后将手炉小心偎在了魏无羡肚子上。他们此时小心翼翼隐去踪迹，却并非为了自己。蓝忘机、魏无羡2人再如何倒霉，若无外力拖累，总不至于保不住自己性命。可如今他们要保的是精灵。世人皆知莫玄羽是精灵仅剩的亲人了，既然都在找精灵，那盯着莫玄羽的人自然不会少。确实如同那蓝氏弟子所说，唯有云深不知处最是安全。也不是没想过直接御剑去姑苏，可是一来魏无羡无剑，二来目标太大，怎么想都太过冒险。商议之下，只得继续伪装身份，跟着车队一起走，却不能暴露出车队中有此2人。如今望羡2人偷偷摸摸的，便是要模糊外界视线，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外头骑马领队的几位弟子背脊笔直，有说有笑，聊到躲在粮草里的那位莫公子与他的夫君，调笑道：那位夫郎倒是痴情。另一人附和：是啊是啊，听村里人说，平时就是家务农活全包，我还不信，车队出发不过半日，我还真不得不信了。笑声又响起来，有感叹的，有佩服的，有羡慕的。再如何嚣张，也不过是10多岁的蓝氏子弟，没什么坏心眼儿。当时在村中也不过是发觉莫玄羽身份特殊，担心他遭难，一担心村子被连累，这才半逼迫着那2人随他们去姑苏罢了。此刻天上飞来3名御剑修士，车队中领头的弟子抬头一望，看见了蓝氏的卷云校服，抬手让车队停下。那3人缓缓落地，额头上都绑着内门弟子的抹额。车队中的少年们连忙下马拱手，来者他们知晓，是蓝氏这辈中颇有名望的蓝思追与蓝景仪，皆是韩光君亲传弟子。第3位是谁，他们暂时认不出来。蓝思追收了仙剑，上前几步还了礼，方才怡然说道：在下蓝思追，前方最近常有流寇劫粮，韩光君怀疑是金氏作乱，特命我等前来接应。一路上没事吧？几位外门弟子答道：托韩光君与师兄的福，一切顺利。蓝思追点点头：那便一起去姑苏吧，谨慎一些总是好的。然后胳膊伸向一旁：这是蓝景仪。蓝景仪拱手。蓝思追最后指向第3位内门弟子：这是蓝如兰。第3位弟子同样拱手。这蓝如兰倒是没听说过，不过内门弟子一向神秘，这也正常。几位弟子互相行了礼，粮队便继续前行了。魏无羡不知何时已经醒了过来，拨开一层一层的粮食，窥着外头几位少年，见精灵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这才松了口气，紧了紧肚子上的手炉，一时觉得有些疲惫。身后宽大温暖的身躯再次附上来，蓝忘机将他拥入怀中，拿过魏无羡微凉的手指，藏进自己的衣襟里，一根一根暖着。魏无羡舒服地喟叹几声，眼皮又有些往下掉，心想着可不能再睡了。他连忙甩甩头，马尾扫过蓝忘机鼻息，他好像听到有人极轻地笑了2声。魏无羡侧过头，只瞧见了韩光君一如既往面瘫的脸，他后知后觉地感到了些微尴尬，有些局促地挪了挪屁股，
觉得坐在韩光君当上总归不是个事儿。可这里就这么点地儿，屁股挪来挪去，总挪不出当，直蹭的连魏无羡都觉得不妥。魏无羡红着脸清清嗓，没话找话道：韩光君，可真是委屈你了，这段秀演的也太严谨了。